did this myself for the most part, not to use Huawei. The one thing that's very important for us all to remember is they are certainly catching up. 美国是当之无愧的国际规则和秩序头号破坏者。14号，中美关税刚刚进行调整，这几个小时还没过，这美国又出了个新招，直接下了个全球封杀令，说谁用华为的芯片，谁就违反美国法律。不是美国，你这是有多怕华为啊？直接点名华为的升腾芯片。The ban's having the opposite effect. Oh, absolutely. And the AI technologies will be available to the world. If we don't serve a particular market, there's no question somebody else would step in. Huawei, for example, is very formidable, one of the most formidable technology companies in the world. They'll step in. There's a hunger for AI, and they will choose what is available. And if China is available, that will certainly be a outcome that we would not like to see. I just happen to think that that's really wrong. Should the U.S. try to be 5 or 10 years ahead of China? I just don't know if that's a reasonable. 这事听着就霸道，对吧？今天咱们就来好好唠唠，这美国到底在怕啥？要说美国为啥这么着急上火，那得从头说起你想这个以前在这个科技圈，美国那可是一哥呀，那是说一不二。这结果呢，这几年这个中国发展太快了，尤其是在这个芯片这块这华为的升腾芯片硬是杀出一条血路让美国感受到了威胁。你想这个以前高端 AI 芯片这块，英伟达一家独大，卖的那叫一个贵这华为升腾一出来，性能不差多少，价格还便宜一大截，直接成了性价比之王这打个比方这同样干活的芯片，英伟达卖10块，这升腾只卖5块，而且还省电，你说谁不心动欧洲的这个大数据中心以前用华为的才2%，这现在一下子飙到12%德国的超算甚至计划用30%的升腾芯片，这要是让华为这么卖下去，英伟达的高价策略还怎么玩这美国等于看着自家印钞机转速变慢，能不急吗？以前全球 AI 技术那都是跟着美国的标准走的，现在华为带着沙特、泰国这些国家搞自己的算力丝绸之路，要在沙特建超大型的模型中心，在泰国建芯片封装厂。这更关键的是这个美国造芯片它离不开稀土，而全球90%的稀土加工都在中国。这华为芯片卖得越好，美国拿芯片换稀土的生意经就越难念，等于就是断了一条重要的谈判筹码。这以前这个美国要是制裁了这俄罗斯、伊朗这些国家就没芯片可用了。现在他们用升腾搭建自己的算力网，等于有了反制裁联盟的物资保障。美国发现自己的长臂管辖不好使了，以前说谁用华为我就惩罚谁，现在这些国家就抱团取暖了，美国没法一个个收拾，面子上也挂不住说到这儿那就得说说美国的长臂管辖了。这玩意儿听着是挺唬人的，其实就是这个美国他想管全世界的事儿从道理上来讲，美国无权干涉别国做生意，但是实际操作中美国有个最低关联度的原则，就是说只要你的事跟这个美国沾上边美国就能管你。当初的孟晚舟案就是个典型的例子。这华为跟伊朗做生意，美国本来是管不着的，但华为跟汇丰银行有业务往来，这汇丰呢又是国际银行，它跟美国呢关系密切，这美国制裁伊朗就拿孟晚舟开刀了。现在这个华为芯片也是同样的套路美国本国企业肯定只能听美国的但是如果外国的企业你用了华为芯片，你又跟美国呢有业务往来，那美国的长臂就伸过去了。现在的高科技企业那很难不跟美国有联系小企业美国可能管不过来，但大企业尤其是跨国企业，美国一顿操作下来罚你几个亿那都是家常便饭。这更坑的是这美国这次的禁令还涉及了一个关键词 knowledge， 那翻译过来就是知道。在美国的法律里知道这个词词义非常的广，简直就是个口袋罪按照美国的解释知道它不仅是说明确你知道自己的机器里面有什么，还包括高度可能知道、故意装不知道、有意不查清楚。也就是说这个美国发布禁令后，任何企业只要你不严格筛查自己用的芯片，那就可能会触犯美国的法律。这简直是防不胜防一个开超市的，他怎么知道自己卖的电器里用的是什么芯片？美国现在搞的这个口袋罪那就是想在华为芯片卖的到处都是之前把一切可能都给堵死。面对美国的围追堵截这华为也不是吃素的，华为要出新的升腾 910D 芯片，直接瞄准英伟达最厉害的 H200 芯片，而且可能还有自己的绝活。
你看，在武汉的医院里，用升腾芯片的人工智能啊，能把这个胰腺癌早期诊断的准确率啊大大给提高。这说明国产芯片它也能派上大用场啊，甚至能救命啊！ Reports this morning that Chinese tech company Huawei is ramping up to test its newest and most powerful AI chip, which would be a competitor to chips made by NVIDIA. Christina Partsinevelos is here with that story to evaluate the threat. Hi, Christina. Hi, Mike. Well, U.S. chip sanctions aimed at slowing China's AI progress just really appear to be unraveling.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like you mentioned, reports Huawei is preparing to test its new Ascend 910D processor, Ascend, I should say, as an alternative to NVIDIA's premium offerings. But despite being blacklisted since 2019 and losing access to critical chips, Huawei really has innovated through this system-level design. So not necessarily the most advanced chips individually, but once they're layered on top of each other, they're much stronger. And according to SemiAnalysis, their solutions now outperform NVIDIA in several key metrics. 另外，华为还搞了个全家桶，把升腾芯片和自家的生思框架打包卖，而且这个框架还能直接翻译英伟达的程序。这以前用英伟达芯片写的代码，搬过来直接就能用，哎呦，方便多了。现在已经有2000多家企业都加入了，从政府到自动驾驶都能用这套方案。厉害的是，合肥的量子计算机还跟升腾有合作，那是算力超强啊。最后啊，再说说啊，这美国不让卖啊，那就去美国管不着的地方卖呗。华为在沙特建数据中心，在泰国建芯片上，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变成了算力加油站，这招高明啊！当地生产，当地使用，既躲开了制裁，又让这些国家尝到了甜头。比如这个沙特的智慧新城用了升腾，效率提高了，自然愿意合作。慢慢的，它就会形成了一个不用美国技术的算力网络。这美国的禁令一出，全球的反响也是五花八门。这欧洲国家这表面上是听着美国的，这私下却留一手。法国的超算一边是用英伟达，一边偷偷测试升腾。德国的车企嘴上说遵守规则啊，背地里却用升腾搞自动驾驶研发。亚洲国家更明显，印度在加快造芯片，日本悄悄放宽对华出口限制，韩国三星甚至去找华为谈合作。谁也不想把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就连美国的芯片巨头英伟达、英特尔呢，心里也是苦啊。这中国市场这么大，禁令一出，这一年少赚几百亿啊。沙特、阿联酋这些美国的盟友反倒大量购买升腾芯片，等于打了美国一记耳光啊。所以说，美国的这次芯片封杀令啊，说白了就是霸权心态在作祟。就像这个班里的学霸，你看到新来的同学成绩越来越好啊，不想着自己努力，你到处说别人的坏话。但问题是啊，这技术这东西你靠封锁你是封不住的呀。华为的芯片能在德国超算里高效工作，能在沙特智慧城市落地，能在泰国工厂生产，说明只要东西好用啊，全世界都会用脚投票。这场博弈啊，早就不是单纯的企业竞争，而是两种模式的对决。这一种是我厉害，我说算，不用我的就收拾你；另外一种就是我性价比高，我还开放合作，咱们一起赚钱。历史啊，无数次证明啊，这靠霸权维持的优势你长不了。真正能赢的，那是让大家都能受益的技术和合作。最后啊，问大家一句，你觉得这个美国的这种禁令能挡住华为吗？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哦，咱们一起聊聊。我是小兰，记得订阅、点赞、关注哦，感谢您的支持，感谢。